观众朋友、网友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付千少。菲律宾政坛地震，杜特尔特与中国高层通话，美国再遭重击。近日，菲律宾宣布，总统杜特尔特已经决定，2022年任期结束时，他将主动竞选菲律宾副总统，并且于8月27日和中国领导人进行了通话。这对美国来说可能会是一个噩耗。众所周知，美国对杜特尔特非常反感，他们不希望杜特尔特如愿以偿。美国政府想扶植的，自始至终都是那些能听话的傀儡，而不是能够左右逢源、随时都可能违抗美国之令的强人。事实上，菲律宾这次大选正面临着亲美势力的反扑，这其中呢，甚至包括杜特尔特执政党内部都有人反水。杜特尔特如果不出马，就有可能出现另外一个阿基诺三世政府，南海局势也可能呢因此而严重紧张。所谓的南海总裁案，就是当时的菲律宾当局与美国共同策划的一个结果。如果出现这样一个局面，美国便可以到处的宣扬自己是救世主，甚至呢在国际上抹黑中国的形象。更为重要的是，今年还是中国推动南海行为准则的关键时节，一旦有东盟国家破坏这一议程，同样是让美国受益。当然，杜特尔特宣布参选并非是为中国，而是拥有政治智慧的一个表现。一方面他是为了自己，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菲律宾本国。从个人角度来看，他在位时候得罪了一些人，特别是得罪了美国，而且呢还被所谓的国际刑事法庭所调查。如果再能出任一届副总统，他自身的安全将会有极大的保障，也可以有足够的时间来处理风险。不管下一任的总统是他女儿还是政治盟友，杜特尔特只要成为副总统，就都可以左右菲律宾的外交和内政。第二，杜特尔特此举是为菲律宾这个国家谋取相关的利益。杜特尔特还会继续推进自己的铁腕治族的理念，同时呢，还要避免让菲律宾再度成为美国的反华马前卒。老杜非常聪明，与美国保持一定的军事同盟关系，但是呢，双方又不走得太近，不充当美国的马前卒，与中国保持良好的关系，进行经济合作，他将拿到足够多的实惠，在大国之间走平衡，这才是最符合菲律宾的国家利益。有意思的是，杜特尔特在与中国领导人对话时强调，不会在地缘政治中做任何伤害中方利益的事，而且他愿意积极推动东盟同中国关系的持续发展。这显然是说给美国人听的。如果菲律宾的局势大定，那么美国在南海就难以掀起风浪。美国也认识到了局势的变化，最近呢又盯上了新加坡和越南，企图拉拢这两个国家。但从目前的情况看，似乎还没有取得大的进展。在菲律宾的大选过程中，我们要有足够的气度和耐心。杜特尔特一旦获胜，意味着美国的失败，也将给南海带来更长久的和平。那么至于杜特尔特能否成为菲律宾的普京，其走向如何，我们不妨拭目以待。好，今天介绍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收看。感兴趣的朋友，我们看下面的留言区留言交流讨论。我们下期再见。